歡迎來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今天我們來玩 BT 這一家新出的計算王鋼鞭合體的計算王，這一回終於也是做到了50公分。來看一下人形高度到頭頂24.5公分，哦呀，這個個頭也是不小了呀。並且這一回的造型做得非常鐵機巧那味兒。雖然目前還是個樣板，但是做工用料已經能看得出來很細膩，拿起來分量十足啊，挺壓手的。哎，它組合完了可是一條胳膊啊，到時候能不能撐得住這麼大的重量，還得看它的關節把握力度。360度轉圈看一下，背後這裡填的也是滿滿當当，並沒有出現任何的偷胶空洞。大手可以左右分成2個部件，插在肩头，当成肩炮来使。摘下来，順着這裡的插孔扣合回去。整個的手掌造型做的也是很不錯的，關節的可动性非常好，全指可动手，而且没有任何的偷胶面，可以从鏡頭裡邊就能感受出來，這個料子的光澤感很潤。武器部分，雙槍雙劍可以插在腰間，同時你也可以把2把剑跟这樣并合起來，插在一邊。有沒有想起來像之前的那個爵士？來看細節，面雕的刻畫造型還是很不錯的。眼睛這裡用了電鍍的藍色，很閃亮。脖子點頭抬頭有一定的餘亮，根部是一個軸，360度的旋轉沒有問題。肩膀打開這一塊的蓋子，平舉90度，360度旋轉。這裡設計了一個雙段的關節，拉伸開以後也是可以當成蝴蝶肩來使用，增加活動範圍。二頭肌360度旋轉，肩膀的這塊機翼造型可以按自己的需求進行調整啊，折上來以後旋轉180度，放成這個樣子，收起来的效果也挺好看的。合金的肘關節雙段活動啊，很漂亮，而且你在折第1段的時候就已經可以折到90度了，再往上折的時候，下方這裡會有一個合金零件的拉伸聯動機構，對折起來可以達到180度。手腕左右旋轉，全指可动手。腋下這裡填的滿滿當當，不會暴露任何的空洞位置。背包是整個機頭疊放縮下來的，倒是在變形金剛角色裡邊也算是在接受的範圍之內。腰部旋轉，齒輪關節360度很清脆，但是因為合體關節的存在，並沒有做彎腰。拳甲打開，前踢，齒輪關節可以踢到非常大的幅度，它是一個前折的偏心軸。不過這樣的話，後踢的範圍就小了很多，大概只能折個120度的樣子。側抬這裡也是齒輪關節撐得非常穩定，90度沒有問題。大腿根部這裡左右旋轉360度，膝蓋也是一個大的合金雙段關節，下方的這一段帶有齒輪。其實如果讓開這一塊的翅膀的話，它這一段關節就可以折到大於90度了。上方的這段齒輪關節在折疊的時候，前腿甲大腿的部位這一塊會跟着爆開，裡邊也是做了一些聯動的機構，有點那個成品不可變形機甲的味道了啊！我很喜歡這種聯動裝甲的爆開效果，並且齒輪關節的聲音很清脆，學着點。腳踝這裡有整腳的接地關節，左右旋轉，同時腳尖這個位置因為變形需要，這個地方還是可以活動的。在擺造型的時候，前腿甲這些位置也是可以避讓開，就不影響它的活動範圍了。腿部內側這裡蓋板填得滿滿當當，但讓我有一個很意外的設計啊！這個地方我研究了一下，變形的過程中3個形態其實並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啊。我還在想，在變成载具形態下的時候，會不會這樣子折疊起來收納？但是我發現不是啊。那這一塊設計出來是做啥的呢？好令人費解。可以說這款的人形效果做得非常不錯了，質感也很高級，身上的合金零件特別的多啊。那我们來看一下它如何去變形吧。拳頭我們已經完全的團方了，手腕轉過來，全心衝這邊，然後順着二頭肌的根部旋轉一個90度。小臂甲這裡根部有連接的位置，把它整個的拉開，根部是3檔的活動軸，拉到最外側旋轉180度。再把它蓋回去，注意這裡邊的一個 Z 字折疊收納。
縮成這樣的程度，把拳頭露出來即可。打開肩膀這一塊的插扣，根部這裡是有一個活动的軸的，把这裡的锁扣打開卸鬆，整個的肩胛通過 Z 字折疊拉下來，再旋轉外側90度，根部這裡的卡扣插到下方的這個洞裡面去，前後一起包過來。下一步打開胸甲，拉起來，根部這裡有雙段的活動關節，把它拉鬆，旋轉180度，換一個方向。後方這裡有2個插扣的位置，把這裡打開，然後白色的蓋子翹起來。通過這個地方的雙段關節，我們往後拉，翻到背包來，打開側面這裡的2片，根部這裡有插扣結合的位置，打鬆，上方這片蓋子立起來，拼合成2個座艙，然後頭部稍微的翹一點點，讓出來的這個夾角的邊緣，我們把它翻過去。接着胸甲往後拉，雙段的關節壓下去，這一塊蓋回來。注意在下方這裡有一個插點的位置，側面的2個插合的空間對應，鎖上以後，整個的機頭就是這樣的效果了。翻到後邊來看腿部的变形，翻起來這個起落架，揪着起落架来回的晃一晃。根部這裡有2個插扣，插的還是很緊的，把這一塊先卸鬆，然後往開拨一下，根部的这個轉軸可以稍微打開一些方向。接着在紅色的位置有左右的2個插扣，腳踝拉開。在內側這裡還有一個插扣，我們把它整個的抽出來，根部的這個雙關節也可以稍微的往上抬動一點點。好，然後前腿甲這個地方 Z 字拉開，同時脫開了這幾處的插扣位置，整個的翻出來，胯部歸位，裙甲歸位。然後把整個的前腿甲 Z 字往前拉，注意在根部這裡是2段的關節軸，我們要把這一塊的根部頂到最上面去。然後側面的這一塊膝蓋甲根部有一個雙關節，我們先把這裡翹起來，盡量做到完全的貼合。然後裙甲側面的這一塊插扣對應這裡邊的一個固定點，按形狀把它咬住。注意看一下這個雙段關節的位置關係，按這條縫隙把它拼合好。下邊腿中間的這一塊，通過根部這裡的轉盤，2段關節，我們把翅膀轉出來，然後旋轉180度，再順着根部這個地方旋轉180度。下方這裡白色的裝甲擰個180度，好。這個時候就完全的貼合過來了，根部這裡也是一個雙段的關節啊，注意它這裡是可以張開調整的。現在我們開始準備鎖定這一面，肩膀這一塊的雙關節回歸，注意在這裡1個扣子、2個扣子對應腰部和腋下這裡的2個插點，把它固定。然後繼續套合紅色的筒子，把手藏到這個空間裡面，外側這裡的一個凹孔對應這個尖兒，把它讓一下。同時紅色的插扣和裡邊也有一個插合的位置，完全的套住鎖定。翻到底下來，還有一個雙段關節帶着的白色蓋板，拉過來跟襠部的這個扣子進行插合固定。腳踝旋轉一個90度，立上來，在根部這裡又有2個插銷，順着白色的凹槽位置左右這裡插合嵌進去。最後腳尖裝甲根部的双段關節，我們往裡推一下，露出來後邊的主引擎。2條腿都变形完畢，就可以把中間的扣子結合聚攏起來。下方這裡會有4個插點，對應這一塊的位置進行扣合。垂直尾翼放好，打開後方这裡有一段鎖扣的位置 ，Z 字折疊。把主机翼的部分拉出來，根部這裡的扣子再鎖上，上下這裡再翹起來2個小翅膀。下方的起落架立正，前方的起落架順着這個中間 Z 字雙關節拉下來，掏出2把武器，把這一塊往後折疊，握把收起来，順着側面的洞插進去。還剩2把劍，我們可以通過橫着的扣子把它安到机翼下方。
不過仔細看一下，两邊的刀刃是順邊的，而且只有一個方向有這樣的插口，所以呢，也是等大貨出來看一看，是不是我個人樣板中獎了。哇，這個太空梭的樣子還是非常帥氣的，很科幻的一個未來載具的形式，再加上這一次的畫風又是那種偏鐵機橋或者說鉛直鏈式的畫風，就讓這款的科幻元素更加的強烈。變成飛機形態在26.5公分左右哦。翼展的尺寸将近27，不小的一個占地面積，誇張的造型，不小的體積，而且拿起來很扎實啊，包裹的完整性也是非常不錯的。底盤來看，填補的也可以，很簡單的幾步操作就可以把人形和載具形態做得如此漂亮哦。不說別的，這個設計師的美術功底確實很厲害。那我們再次把它變成合體的形態，把這些武器全部先摘下来，打開扣子。翅膀回歸縮短，鎖上，卸開下方這塊腿板，側面的扣子拆鬆，主要也是為了把胳膊讓出來。讓出胳膊以後，腿部再次回歸到飛機的狀態，把這裡全部鎖上，打開雙腿中間夾着的扣子，掏出大手來，順着下方這裡的凸點把它插進去，順着中間的轉環把翅膀轉上來。側面這裡有一個插孔進行定位，上半身先把起落架跟這樣收納起來，打開飛機頂部這裡的插扣，把這裡先拉鬆，胸甲再次拉起來，注意看下方這裡還有一層，打開這一塊的插扣，接着順着後背的軸把這裡往開拖，折鬆，然後根部這裡是一個雙段的關節。讓出來空間之後，整個把手肘拉出來，下方這裡有插扣可以固定一下。延展開之後，從裡邊翻出來合體的連接部件，這一塊的齒輪關節很緊實，180度扭到另外一側去。接着這一塊腰部回歸，從側面這裡翻下來兩個插合的板子，作為了擋肉和鎖定的位置。結合3重的咬扣進行固定，胸板就可以回歸，機頭扣合回來。胳膊的变形也是打開這2塊鎖肩膀的插扣位置，打開，拆鬆下邊的扣子，這塊會插得很緊，雙段關節把肩膀挪上去，這個時候側面又有2個插扣跟這裡定位結合。小臂的這塊裝甲通過根部的第3段軸把它拉到最長，旋轉180度，這個時候要拉到最下面，蓋住它的手臂，旋轉90度挪過來，通過2段胳膊肘的關節折疊回來，這個時候插扣進行連接，鎖好之後再通過腋下這裡的卡扣進行固定。2個肩炮橫轉90度，這樣插進去。腰部這裡上下其實都有齒輪關節的旋轉位置啊。按自己的需求調節，我變成組合型鋼喜歡這個樣子，把這一片整面的平的衝前啊，翅膀的放到手臂後面去。翻折的關節這裡邊也是齒輪的，而且裡邊有擋肉的零件，折疊起來可以達到90度。那麼好 ，BT 這款鋼邊的合體形態，我們也就變形完成了。好大的一只手啊！哇，尺寸来說還是非常誇張的。畢竟它組合完了以後得50多公分，造型方面非常的不錯啊，做工用料這些質感，包括它合金件的運用，主要在一些配重的位置和一些主要的關節支撐位點上邊，主要關節做成了齒輪來增加它支撐的強度，也是等組合的時候看一看這個結合的位點穩固度怎麼樣吧。哇！反正目前來看，整体的这個造型相當的可以啊，很帥氣。可以說，計算王是組合金剛裡邊非常稀缺的一個題材，估計是僅次於球與鬼了。畢竟它登場的戲份並不多，也是處於變金剛偏後期的時代了。但又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如今50公分的各種組合金剛一個一個的站了起來 ，BT 也終於是把計算王的超大比例版本。
目前虽然只是一個手臂吧，但是我觉得3個形態的完成度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本身变形結構竟然也并不複雜。其實這種簡單高效的設計對於合體金剛來說，我覺得還是挺重要的啊。畢竟它不用考慮到還原G1的那些 bug 元素，所以可以做一些簡單高效的變形處理。就目前我們這個把玩的過程來看的話，3形態我覺得兼顧度都是相當厲害的，整體的一個美術畫風都符合了現在當下年輕人對於變形金剛改進以後的這種審美觀。扎實的做工用料、板件這些材質都是相當不錯的，摸起來的手感特別的好。相比起 BT 家之前出的那些產品啊，這個用料材質可以說是大有進步啊，很潤澤啊。從鏡頭裡邊的感光度，大家也能感受出來啊，這個料子非常非常的漂亮。那麼大家覺得這一次 BT 的計算王鋼邊做的如何呢？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這一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